如果一个国家的年轻人突然之间不想买房，不想结婚，不想生孩子，甚至连新衣服都不太想买，你觉得这个国家是怎么了？这不是科幻，这就是此刻正在中国发生的事儿。过去几年，中国社会出现了一系列让人意外的数据变化。结婚登记数从2013年的1347万对下降到2023年的不到700万对，直接腰斩。新生儿数量从2016年的1786万降到了2023年的902万。与此同时，年轻人的消费观也在发生巨变，奢侈品不买了，去旅游能省就省，平替成了最流行的消费关键词。有人说中国年轻人躺平了，失去了欲望，但真的是这样吗？今天这条视频我会带你搞清楚3件事。第一，低欲望社会到底意味着什么？它不只是不消费那么简单。第二，中国的低欲望和日本的低欲望是同一回事吗？答案可能出乎你意料。第三，也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，低欲望到底是一种病，还是年轻人在残酷现实下做出的最优解？看完你会对这件事有完全不同的理解。低欲望社会这个词最早是日本的大前研一提出的，他用这个词来描述日本在经济泡沫破裂之后长达20多年的社会状态。他观察到一个现象，日本的年轻人对物质的追求大幅度降低了，不买车，不买房，不结婚，存款也不多，但花钱也很少。他们不是没有能力消费，而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些东西我不需要。你可能会想，这有什么问题？省钱不是好事吗？问题在于，当一整代人同时降低消费欲望，它带来的连锁反应是非常深远的。消费减少，企业收入下降，企业裁员或降薪，年轻人收入进一步缩水，消费继续萎缩，这就形成了经济学里非常经典的一个负向螺旋，日本管它叫失去的30年。那现在问题来了，中国是不是正在走上同一条路？先别急着下结论，我们先来看看中国的低欲望具体长什么样。第一，不买房。过去在中国，有房才有家几乎是全社会的共识，但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态度变了，不是不想买，是算了一笔账之后发现，一线城市的一套房可能需要不吃不喝30年甚至40年。当房价和收入之间的差距大到一定程度，买房就从一个目标变成了一个幻觉。第二，不结婚。我前面提到了，中国结婚登记数在10年内近乎腰斩，原因很多，但有一条非常核心，结婚的综合成本太高了，彩礼、婚房、婚礼、育儿叠加在一起，在很多地区这是一笔6位数甚至7位数的开支，对于月薪几千块的年轻人来说，这本身就是一道数学题。第三，不生娃，这跟不结婚高度关联。养育一个孩子从出生到大学毕业的平均花费，根据不同城市的估算差距很大，但普遍是一笔非常庞大的长期支出。收入没有大幅增长的前提下，这个选择并不意外。第四，消费降级，拼多多的崛起，平替文化的流行，年轻人开始追求性价比而非品牌，瑞幸取代星巴克，军大衣取代羽绒服，这些梗的背后是一种真实的消费行为迁移。第五，社交收缩，很多年轻人开始减少无效社交，不再热衷聚餐和应酬，甚至连朋友圈都不怎么发了。他们不是不社交，而是把精力集中在了少数关系上。你会发现这5个现象有一个共同特征，他们都不是愤怒，而是安静的退出。很多人喜欢把中国和日本做类比，日本泡沫破了之后，年轻人也躺平，中国现在不也一样吗？但这个类比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，日本的低欲望发生在人均 GDP 已经达到高收入国家水平之后。1990年日本经济泡沫破裂的时候，日本已经是一个高度发达的社会，基础设施完善，社会保障体系成熟。日本年轻人不想要，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基本需求早就被满足了，他们是吃饱了之后不想再吃。但中国的情况不同，中国人均 GDP 目前大约在 1.2到3万美元左右，刚刚跨过中等收入的门槛。大量年轻人面临的处境不是什么都有了所以不想要，而是想要但够不到，干脆不想了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。打个比方，日本的低欲望就像一个人吃了一桌子好菜之后说我饱了，中国的低欲望更像是一个人看了一眼菜单上的价格之后说我不饿。很多人以为低欲望是一种文化选择，是年轻人看开了，但真实情况可能是这首先是一种经济行为。当投入和回报之间的关系严重失衡，拼命工作却买不起房，努力加班却看不到晋升，理性的人自然会降低投入。这不是不上进，这是止损。经济学里有一个概念叫理性预期，当人们预期未来的回报会下降，他们现在就会减少投入。中国年轻人正在做的事情恰恰符合这个逻辑。但如果你以为这件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那才是真正危险的误判。我们来做一次推演，
如果中国的低欲望状态不是暂时的，而是持续10年、20年，会发生什么？第一步，消费持续萎缩，年轻人不买房、不结婚、少消费，直接影响房地产、零售、餐饮、婚庆、教育等一系列行业。这些行业涉及的就业人口是以亿为单位的。第二步，企业收入下降，就业市场收紧，消费不足导致企业利润下滑，企业要么裁员，要么压缩薪资，招聘岗位减少，年轻人找工作更难，收入预期进一步下调。第三步，人口结构加速老龄化，不生孩子意味着劳动力持续减少，而老年人口比例不断上升，养老金、医疗开支的压力会越来越大，最终这些压力又会转嫁到正在工作的年轻人身上。第四步，社会活力下降，当创业意愿降低，当冒险精神减少，当人们普遍追求稳定和最低成本生活，整个社会的创新力和经济弹性都会被削弱，最终结果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。经济越低迷，年轻人欲望越低，欲望越低，经济越难恢复。日本过去30年走过的路，清清楚楚地展示了这个循环有多难打破。这就是低欲望真正让人担忧的地方，它不是一个事件，而是一个系统性的趋势。一旦进入这个循环，靠个人意志力是无法逆转的。现在我要说一个可能会引起争议的观点，我们一直在问年轻人为什么低欲望，怎么才能让他们恢复欲望？但也许这个问题本身的方向就是错的。低欲望不是一种病，它是一个信号，一个社会系统发出的信号，说明激励机制出了问题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一个员工不再积极工作了，我们会怎么分析？是员工态度有问题，还是公司的薪酬体系、晋升通道出了问题？一个人躺平，你可以说是他个人的选择，但当一整代人同时做出相似的选择，这就不再是个体问题了，而是结构性问题。实际上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，低欲望也包含着某种智慧。年轻人在用自己的方式降低生活成本，寻找新的幸福定义，不被房贷绑架，不被消费主义裹挟，不为了满足别人的期待而透支自己。一些社会学者也指出，低欲望未必等于低幸福感。当一个人主动选择简单生活，他反而有可能获得更高质量的自由时间和心理状态。但这有一个前提条件，这种低欲望必须是主动选择，而不是被动无奈。如果是被动的，那它的本质就不是欲望降低了，而是希望被压缩了。而目前在中国，两种情况同时存在。分辨清楚这一点，比简单的批判或同情要重要得多。3句话总结：第一，低欲望社会不是年轻人不上进，而是激励系统失灵后的理性反应。当努力的回报持续下降，减少投入是符合逻辑的正常行为。第二，中国的低欲望和日本看起来像，但本质不同。日本是富足之后的倦怠，中国更多是够不到之后的放弃。发展阶段不同，解法也应该不同。第三，低欲望本身不是最大的问题，被动的低欲望才是。如果年轻人是主动选择简单生活，这是一种生活哲学；如果是因为看不到希望才放弃期待，这才是整个社会需要正视的危机。我很好奇你的看法，你觉得你身边的低欲望是主动选择还是被动无奈？又或者两者都有？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，如果低欲望真的成为一整代人的常态，你觉得打破这个循环的关键是什么？欢迎在评论区聊聊。如果你喜欢这种用数据和逻辑拆解社会现象的内容，记得点个赞，订阅频道。我们下期见。